嬉皮笑脸的向2名德军士兵走去，看着突然冒出来的这个家伙，2名德军一头雾水。格拉西姆淡定地拿起香皂，这可是好东西，用手雷跟你们换吧。香皂被抢走，德军士兵怒了，一群人奋不顾身地追了上来，结果却中了斯莫西等人的圈套。追来的德军为了一个香皂全被撂倒，几人成功撤退。但是当他们准备走出通道时候，寂静的废墟中总感觉隐藏着危险。斯莫西慢慢顶起头盔，果然有狙击手在守着出口。商量好对策，斯莫西丢出一颗手雷，趁着爆炸后的烟雾迅速窜出。但塞德尔也不是吃素的，斯莫西刚走出洞口就被击中手臂。最终几人利用人数优势互相掩护，成功撤退。在得知香皂被偷，德军长官大发雷霆，众目睽睽之下，狡猾的苏军竟然来去自如，这简直就是奇耻大辱，头可断，血可流，香皂坚决不能丢，必须要对176号楼来一次最后总攻。看着德军悄悄地撤掉掩体，斯莫西瞬间明白了德军的进攻计划，这是要出动坦克部队了。当他看到屋顶的钢梁后，他想到一个狙击坦克的方法，于是带着几人爬到外面，准备偷去卡车上的汽油。而卡车所在的位置是在德军控制范围，稍有风吹草动可能会引来大批德军。斯莫西小队负责侦察掩护，格拉西姆快速靠近卡车，然而刚用匕首凿开油箱，就引起了德军哨兵的注意，紧接着就是机枪手的疯狂射击。格拉西姆迅速躲到墙角，德军发现又是这个偷香皂的家伙，怒气值瞬间暴增，一名德军拿着手雷就冲了过来，然而刚拉下引信就被斯莫西一枪击毙。格拉西姆趁机再次爬进车底，提着油壶躲在卡车另一侧。德军机枪手怒火中烧，开枪乱扫，伊万接连2枪直接放倒，但枪声引来了更多德军士兵，而且塞德尔听到枪声后也摸了过来。眼看围上来的人越来越多，格拉西姆只能冒死逃离。躲在暗处的塞德尔果断开枪，但并没有击中，反而暴露了自己的位置。斯莫西发现有狙击手，几人赶紧转移位置，不先解决这个老六，估计几人都得交代在这里。小队机枪手抢先来到制高点，疯狂输出压制德军士兵。格拉西姆趁乱拿回油箱撤离，眼看油耗子在机枪手的掩护下要逃走，塞德尔举枪射击，伊万用镜子反光干扰，斯莫西快速锁定，直接开枪，塞德尔应声倒地。战斗结束，几人成功返回营地。然而塞德尔这个老六并没有死，装在胸前的钢板为他挡下了子弹。随后塞德尔开始了疯狂的复仇。2名苏军士兵刚走出营地，后面的1名士兵就被德军狙击手塞德尔击中，他是德军顶级狙击手，却并没有一枪毙命。另一名士兵看着受伤的战友也不敢上前营救，只能跑回营地寻求支援，而这正是塞德尔想要的结果。他要围点打援，尽可能狙杀更多苏联士兵。很快格拉西姆和米拉等人赶到，看着痛苦呻吟的士兵，几人没过多考虑，赶紧上去救治。但他们并不知道此时已经踏进了鬼门关，阴险的塞德尔随后便开始猎杀。所有士兵都被击毙，幸存的米拉被强行带走。外出探路的斯莫西得知这一消息后，急匆匆地赶到现场，但还是晚了一步。看着米拉的背包和倒地的士兵，他怒火中烧，起身带着小队就追了上去。此时塞德尔正押着米拉来到了地下通道，米拉孤立无助，只能听从摆布。而更变态的是，还被威胁脱掉身上的衣服，上衣裤子全部脱掉。米拉只能照做。可就在斯莫西等人追过来时，德军的坦克部队已经就绪，对苏军阵地展开了进攻。斯莫西陷入两难，是先救一个还是先帮一群？最终斯莫西还是决定返回营地。此时营地的苏军在德军坦克的炮轰下被压制的毫无还手之力。当斯莫西几人赶到时，已经死伤大半。看着已经乱了阵脚的上尉，斯莫西果断站起身，举着双手示意投降。这突然的一幕，德军长官有点懵逼，随即下令停止攻击。随后更多士兵跟着斯莫西起身投降，但伊万等人并没有动。他与队友对视一眼后，将枪口瞄准了房梁上的自制燃烧瓶。德军也怕对方耍什么诡计，让坦克前面开路，士兵跟在后面向前慢慢靠近。就在坦克来到房梁下方时，斯莫西一声令下，伊万与队友打到燃烧瓶，燃烧的汽油精准落在了坦克上。德军坦克被火焰笼罩，随着火势越来越猛，坦克里的士兵纷纷爬了出来。没了坦克优势的德军失去了斗志，再次被苏军击退。塞德尔听到外面的叫喊声，全是自己人的声音，也猜到德军的进攻又一次失败了。他带着米拉赶紧逃了出去，而斯莫西在这次战斗中也不幸负伤。但是2名狙击手之间的较量并没有结束。